准备朝圣的一大步，来到的是外岛马祖，而跟我一起要在马祖徒步旅行的是我的好朋友小侯魏华轩。耶，我第一次到马祖哦，解锁了。对，所有离岛马祖还没去过，今天解锁了。虽然马祖你没有来过，可是呢，这次我们要来马祖徒步旅行。讲到徒步啊，我知道你算是专家哦，因为你有走过西班牙的圣雅各之路，对不对？所以你简直就是徒步的先进啊！但是我没有想到，第一次来马祖，居然是全身健行的装备要徒步。不过你也不遑多让，因为你走过四国遍路嘛，山海郡，所以你是前辈。也不能说我是前辈，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徒步旅行，尤其在马祖啊，我有走过很多条马祖的步道，我觉得都非常有特色。有的是结合了山海景观，有一些是有人文遗迹，甚至有用炮弹来做阶梯的。炮弹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哎。对呀，那既然这么有意思，你护照准备好了吗？护照？为什么？就是这一本护照，我是李小，处长怎么？欢迎大家来马祖。这是我们为各位来到马祖徒步朝圣的护照。那这个护照非常的有趣哦，它把我们4乡5岛的各个岛的特色都把它做出来的。对，哇，这一本真的不输我之前去西班牙走圣雅各之路的护照哎。然后它里面还有盖章，没错，很多朝圣者最喜欢有搜集的感觉。对，而且有很多步道的串联，你们都已经规划好了耶。没错，4乡5个岛，我们其实有分2款哈，一款是环岛的，那一款呢，它其实有推荐步道，比如说我们去东引，就是结合4尾山步道跟东引灯塔。那莒光呢，其实是东洋山步道结合莒光灯塔。那这2座灯塔都超过100年了，很值得推荐大家来走这个100年的古道。所以我们还可以跳岛双塔，是一日双塔，一日双塔不用这么辛苦，还要骑520。那另外呢，在南竿其实也蛮有趣的哦，它南竿有3座妈祖庙，就在我们的这个从仁爱村到马港村。那这3座妈祖庙也都不一样哦，妈祖的形象都很特别。所以我们不但是朝圣，一路往妈祖前进，另外一方面我们集章，甚至我们还可以搜集妈祖形象哎。那另外呢，北竿就很有特色，海上抹茶山啊，裸山步道非常的有名啊，这个走大概700多公尺，也蛮适合喜欢短距离的来走一走。它没有到海拔很高，是，可是可以欣赏到跟其他的山域完全不同的风景哎。而且我非常喜欢看海。对啊，一边走一边看海。对，没错。那另外马祖有个特色，就是全线没有红绿灯啊，独步几乎全球啊，就是没有红绿灯的一个岛屿。所以你在步行，不管是在一般的道路或者是滨海的道路，那你就会结合它的地质地形，而且它又山高低起伏啊，每个海景看起来都不一样。准备好，走吧，马祖朝圣之旅 ，Go！在马祖的地盘走朝圣之路，真的很有仪式感。而且呢，我们来到的第一个妈祖庙呢，它就是整个马祖最有历史文化，同时也是人气最高妈祖敬天后宫。摇橹啊，技巧在哪里？船舵合一，太抽象了。哎，船偏了，船偏了！等一下。来，你们看到这个方块海？有哎。好，全世界现在目前只有2个地方，一个是法国的雷岛，另外一个就是马祖的昆丘沙滩。难怪你说是国际级的景点。对啊。澎湖有摩西分海啊，我们莒光乡东莒也有犀牛屿的分海。稍等一会儿啊，这个海域就会慢慢的把门打开哦。所以犀牛屿分海对你们来说又像是打开冰箱，对，不过我们的潮间带啊，生物都非常的丰富。哇，太美了吧！大绝景。如果像这个景点的话是非常非常棒的话，就叫鸭巴。鸭巴。这里应该是福澳港嘛，对不对？对，现在这个应该是福清步道。福清步道。我们从福澳港出发，沿着福清步道展开今天的徒步之旅。一路的壮阔海景，100%展现了绝景级的马祖蓝。
加上凉爽海风相伴，不知不觉间就来到白马尊王庙，也揭开了朝圣的感受。这样的徒步节奏，悠闲惬意，又带点热血的期待感。慢慢走，慢慢品味，也走进马祖的历史与日常之中。小侯，我们一般初来乍到一个地方，通常都要拜码头。你是第一次来马祖，当然也要拜码头。刚刚我们在码头嘛，我们在福澳港码头。现在呢，我们是货真价实的要拜码头，要拜女神。哇，在马祖的地盘走朝圣之路，真的很有仪式感。对，而且呢，我们来到的第一个妈祖庙呢，它就是整个马祖最有历史文化，同时也是人气最高、香火最鼎盛的妈祖庙——妈祖进天后宫。是不是要先跟妈祖来好好的祈求一下我们这次的徒步平安？好。地图上明明写往南啊，你怎么往这边走啊？地图上是要往南，没错。可是我觉得啊，我们这次的徒步之旅，除了朝圣步道之外，还有一段叫做景观步道。这个景观之旅也很值得探访，尤其在景观步道上面呢，有一段是要连接到我们南竿岛最西也最神秘的西尾半岛。我就觉得一定要带你来瞧瞧啊！西尾听起来像那个日剧很浪漫的名称哎。对啊，可是这个建筑是什么啊？这栋建筑也很神秘。你看，我们穿过了很多的小巷弄才能走进来，它很有历史意义的哦。哇，很美吧？居然有一个神秘小店。先进来看看。这是店长哲伟，哲伟，嗨，我有先打电话跟你预约。这是小侯，你好，你好。他是第一次来马祖哦。哇，欢迎你！而且我第一次来马祖，看到这间店，好文青，好漂亮哦。这里以前是那个海上枭雄的据点，真假？是不是？枭雄这个风格完全想不到是枭雄霸气的那个据点，而且藏身在那个巷弄里面弯弯曲曲啊，真的，如果不是 Wendy 说，我还不知道哎。他就是想要他看得到大家，大家找不到他。这位海上枭雄在马祖也是传奇式的人物。没错，他是民国初年的林义和。然后他那时候是夹在国民党、共产党还有日伪军3个政权中间游弋这样子。像现在大家想到芙蓉澳，就会觉得这边可能是一个没落的小渔村，但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林义和在这边是海上看过去都是有上百艘船，然后这个山坡上都是木造的房子。所以这个枭雄它的据点也是2层楼高的，也是2层楼，但是没有这个天井。所以这个设计跟转变也整个设计的很有氛围耶。对。哲伟，你的这3颗巧克力看起来好像跟一般的巧克力一样，但其实里面都有在地的特色，对吧？对，我们巧克力是找北投的石米屋制作的，他们是得过世界巧克力金奖的品牌店家，所以我们特地把马祖的这些材料，像是东引大曲啊，或者是15年陈膏，然后还有金银花或者昆布野菊这些原料寄给他们，请他们帮我们研发制作，所以这3款就是看起来很简单，但吃起来不一样。昆布跟巧克力会搭吗？对啊，还有老酒跟巧克力。虽然国外有很多酒酿巧克力，可是毕竟老酒跟高粱风味还是不太一样，对不对？但我超级喜欢酒类的巧克力，就是里面有加酒的。这一颗是东引的，对，大曲老酒酒酿巧克力。满口的酒香，然后外面的口感是脆的，外脆内软。那我个人就是比较有男子气概的女性，所以我觉得那个强烈的感觉，我也喜欢烈酒啊，彪悍就是那种在嘴里爆开，然后很浓郁的滋味，那种滋味就是很大人的味道。它是有混合2种酒，所以它会先有大曲老酒的浓烈感，然后后面是老酒温润的感觉。一刚开始会觉得很冲击，因为我是很少喝高粱的人，就对我来讲，一开始我会觉得烈太烈了，但是烈完之后，它突然慢慢变很温柔，因为你知道
在马祖老者就是拿来坐月子啦，照顾女生啦，补你的身体，所以我觉得它很烈到后面那个温柔的滋补感慢慢出来，带一点点甜度，这个甜度跟巧克力的甘苦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喜欢哎，好好吃哦。对，哎，你喜欢浓烈型的，我喜欢彪悍，所以哲伟特别帮你准备这一杯。这是什么？老酒奶茶，所以这个是老酒直接加进去，是不是正合你意呀？他最想太好酗卖了吧，酒了，直接整杯，那我就来都来了，来都来了耶！我好像讲太快了，是不是很多啊？太多了。不会，它的酒量没问题。很意外，我以为那个酒的味道会非常的浓烈，因为它毕竟是黄酒类的嘛。可是我觉得完全不会抢过那个奶茶的味道，同时就有酒香又有奶香，很顺口。而且你刚喝下去的时候，一瞬间的表情就会觉得你是一个酒老饕，酒饕。我觉得这一杯我非常感兴趣。我们常喝洛神花茶或是洛神花果汁，但是在这里因为盛产昆布，所以也把昆布加到了这杯饮品当中，对吗？像你们现在海上看过去，不是有一颗一颗的浮球吗？对，它下面就是挂养渔民大哥的昆布牡蛎跟蛋菜。哦，所以我们这边的昆布就是芙蓉澳大哥的昆布，那跟洛神搭在一起，就是酸酸咸咸，有这个大海的滋味，也有一点像我们古早味的那个蜜饯参甘滴泡进去的那种感受，非常新鲜而且很讨喜的味道。我觉得女生会喜欢它整个的外形，跟它喝起来的口感。这两个都是我们的招牌。我是豪迈系饮品，我是夏日恋爱系饮品。然后我们现在走在的就是金人步道上面，这个地方你看景色好疗愈哦。你看那边有一只狗狗趴在海上，好可爱哦。那边是55据点，在马祖只要是据点，就表示视野一定非常的好。哇，海天一线的景色实在太棒了。而且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金人步道，它也很有历史哦。它是连接金沙村跟仁爱村的步道。早期呢，很多的战车在这边行驶，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啊，在地面上有战备车车道留下来的这个宽度跟遗迹。哦，这是坦克车也可以走的路。我想这就是战地独有的风情。这里是哪里？金板镜天后宫。哎，我们来这个门口拍一张，自拍一下。小侯，我们的朝圣来到了金板镜天后宫，它又叫铁板天后宫。我好喜欢它的外观哦，很有书院的感觉，对不对？对啊，跟一般的妈祖庙的外观看起来有点不太一样。它这个是闽东式建筑的烽火山墙，所以看起来非常质朴。而且这里所供奉的妈祖特别不一样，它供奉的妈祖金身是16岁的少女面容，也是全台湾唯一一座供奉着少女妈祖的庙宇。难怪我想说妈祖的发相通常都比较圆润啊，这是瓜子脸哎，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很清秀哦。哇，这个海湾也太美了吧！看到这片海景，你就觉得来这里徒步实在太值得。现在我们走的这一段啊，它是比较不一样的风格。我们从妈祖的朝圣之旅来到了战地的景观之旅，所以这条呢也是很战地的步道哦。刚才沉浸在那种妈祖慈眉善目的神像氛围，
怎么现在变成战地模式了？哎，这就是马祖的魅力啊！马祖就是这样子，浪漫跟刚强，温柔与剽悍并存，同时呢又有这种人文情怀，再加上有军事的遗迹。而且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啊，它算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看那里就是大汉据点，对，遥望海线，可以监控海上的一切敌情。至于前面就是北海坑道。哦，传说中的北海坑道就在这里。没错没错，可以走进去哦。这里真的是别有洞天哎，很神秘的感觉。我自己来了大概3、4次，我每次踏进来都还是会赞叹一番，非常非常优美的光影。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搭船了。再来问题，小红，我们这船开了，一起来。欢迎各位。这艘船其实非常不一样，它有很特别的名称，叫摇橹船，对不对？这个摇橹船是以前马祖捕鱼的船吗？没有错，马祖以前捕鱼跟养殖都靠这个来做。那之后我们北海坑道启用之后啊，那原则上这个坑道有几个特色啦，它算是一个活水，有看这个潮汐的涨退潮。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在行走这个路就要很小心啊。如果是涨潮时，一般是管制进来的。那后面为了欣赏蓝眼泪或者欣赏坑道的这个美丽啊，所以说特别辟了这个摇橹啊，很难得的体验。马祖是我们全球坑道密度最高的，目前为止马祖95%以上是丘陵地。你只要看到一个山，里面一定是空的。那北海坑道也是类似这样子。所以说那时候两军对峙的时候啊，那原则上他就开凿这个北海坑道，那作为反共那个奇袭的那个用处，所以那边都可以容纳200多艘小艇。那早期凿这个东西，就动用一个师24小时日夜不停的来开凿这个地方。那这个比较可贵的地方就是用人工用那个一般传统的铲子啊，跟石镐，再加上那个炸药一起来凿成。一起来，一个师，像我们当过兵的，我们都知道一个师是多少人。你没当过兵的，你知道一个师多少人吗？一个师哦，40个吗？没有，一个师至少18000个人啊。18000个人，就我还自己讲我当过兵，跟那个便利超商一样，24小时不停歇。对啊，是，所以一直在轮。万人，因为你想花岗岩很硬的，对不对？如果只有20-30个人，真的是凿不了这么大的坑道。以前当然就是战略的功能非常的重要，但我觉得现在慢慢军事的色彩比较淡化之后，它也是一个地质很好的观察点，存在价值非常珍贵耶。小红哥，你们家是摇橹世家哦？就是我们就是在这边坑道，就是我们一个家族家传的企业哦，虽然是我们这边的第2代。你是第2代，不是富2代，是第2代。你真的也是富2代，是负责任的2代。对啊，因为我们的生命安全都在你们的手上。对，你们这个摇橹啊，技巧在哪里？船舵合一，让这根舵有没有跟这艘船是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技巧。对啊，这太抽象了。还是你要试看看？乡长，你要不要试看看？乡长，你有滑过吗？乡长也没有滑过。乡长也没滑过。我叔叔以前是那个打鱼养殖世家的，对，只是因为早期啊，那个爸妈都不鼓励我碰水，因为碰水这感觉比较凶险。我觉得乡长可能需要专心。为什么讲话都没有在前进了？示范一下，有钱呀！见笑。哎，两位要不要试试看？好，不错哎。好，先问啊，你先。你是船长，你现在看起来。对啊，你们为什么刚刚乡长跟小红？哎，船偏了。等一下，我跟你讲，船歪了。我来。小红哥，快救他！我们要左边离墙有点近哎。站在摇橹船夫的这个位置也非常有情调。有，你看像在意大利的时候，人家会有贡多拉，对，在那边唱歌，然后感受这个氛围。在我们北海坑道里面真的是不舒服。但你下去很惬意，等下自己滑的时候你就知道在上面的压力有多大，有没有？你汗水用滴的。哎呀，你们看我，不错。我知道了啦，小红，这就是有一点打太极的感觉啊。对，考验真正的技术的时候了哈。好，来。放手喽！来。原来刚刚一直是小红的那个。我跟你说，背后有一双魔手在帮你推。哦，原来它这么重哦！我的桨一路往下掉，不行，好重啊！还是交给富2代好了。
那其实我刚刚教你们的滑法有没有？其实不是正确的。那让你们体验一下什么叫做海边的划船，好不好？正确版。哇，这个才是正确的摇橹方式，对啊。那因为在里面风平浪静，有没有？我们就一只手划就好了。那海边有浪有没有？那你轻轻的划，你根本划不动，船会划不动。所以我们就是要靠一些小技巧，有没有？这样子我们船就可以速度可以前进的很快，而且很平稳，很平稳。这是女生也可以胜任吗？可以啊，我们也有女的船长，有女船长，有摇橹来体验这坑道里面的一个景与美之外，那另外就是也是欣赏蓝屿的好地方。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值得一个可以看的地方。来马祖没有来过北海坑道，就不算来过马祖。聚落清帆村，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来认识一下了。西莒给我的感觉更安静，更慢了一拍，完全是岛屿老时光的感觉。哇，好想慢慢散步哦。小侯，我们来到西莒，除了白色刚刚的白色聚落清帆村之外，我们也要搜集绿色，就是现在这个绿色隧道有容路。喂，这个名称跟那个成语有容乃大是一样的哎。哦，有没有觉得心胸宽了起来？而且来马祖终于不用晒太阳了。虽然这里很美啊，可是当初这些树的种植其实也跟国军很有关系。为什么？当年国军是为了要遮蔽道路，还有做他们一些战略据点的掩体，就种了很多的榕树，因为这样才可以把路给遮蔽起来。但是当然事过境迁，现在就没有那么浓的军事色彩了。后来这些榕树呢，也在风力跟向光性、阳光的造就之下，慢慢往内聚集，就形成了这样的绿色隧道呢。大自然的力量真的不容小觑。对啊，光是太阳跟风就可以把榕树合起来的感觉。这一幅大自然造就的美景，我觉得完全具有国际级的水准。不过讲到国际级的景点，西莒除了这一条有容路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哦，我想要去看看啊。但是你想要看的话，要看有没有缘分啊。小侯，我给你介绍，莒光万梓良啊！你好，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对。来莒光旅游一定要找船老大。哇，远远看真的有巨星的架势哎！哎呀，太帅了，太帅了！是。所以老大，我们时间有掌握好吗？没错，就是现在了。啊，就是现在，差不多是不是？来，我带你们往下走喽，不能耽搁。到一个国际级的景点喽。啊，一弯过来这个步道，马上就看到海耶。对呀。所以说这个制高点哈，去这个看海景是在这里最佳的地点了。船老大，这条步道跟有容路一样，有很多的遮阴哎，植物好茂盛哦。可是，一般如果是在海岸边的步道，不是通常因为风很强劲，海风很强，都只会有一些防风林或者是防风性植物吗？为什么这边会这么茂盛啊？对，马祖地区的话，它有分西南面跟东南面。那我们只要看到东北面的部分，它的树木都是非常矮的。其实我们这个地方来讲，像冬天的时候，东北季风非常的强劲。那所以很多树木它为什么长不高？因为它长高了以后就被风所折断了。所以说它树是长不高的。那西南面的话呢，比较有水，风势的话也没那么大，所以说呢，西南面的它的林相呢就非常的茂盛。你看像这个二叶松，像前面的木麻黄，像这里的相思树，哇，还有后面的榕树。很少在海岸步道上面看到这么多样化的物种。对，大部分海岸边就是都防风林居多，比如说林头树啊之类的。小红，你看这边已经是
超级辽阔的景色了耶！我正要说，这边就是无敌海景，好像是享受海风的专门海风 SPA 区，又有树荫又有海景，这个景点也太棒了吧！来，你看一下，我们非常幸运哎，碰到了我们这边的特有种的红花石蒜。哇，一枝独秀哎！对呀，小红你看。那这个红花石蒜呢，是我们这边的特有种哈。那它的花期就是9月份，那9月份，可是呢，它的花开的时间呢，大概只有1个礼拜，7天就谢了。对，7天就谢了。这很容易发现，是因为万绿丛中一点红。没错，对，而且非常漂亮。很漂亮哎，马祖特有种哎，好幸运看到了。哇，海色越来越宽了。哇，好美哦！就在这里了。来，你们看到这方块海4方形的，跟豆腐一样，一块一块的。有哎。好，我现在跟你讲哈，因为它这浪花2秒就结束了，所以看不太清楚，没有关系。我们先看一字海。有没有看到一个波纹这样上来？有看到一字海的，对不对？那2流交汇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十字？有没有看到十字海？对了，它2、3个十字交汇的时候，是不是就形成4方形？哦，你这样讲我清楚了，我清楚了。对了，就在那里，现在就出现了。哎，真的很像我们那个板豆腐哎。对。然后它靠岸的时候，越近看得越清楚。对，好神奇哦！全世界现在目前只有2个地方，一个是法国的雷岛。另外一个就是马祖的昆丘沙滩了，因为它必须刚好要在2个洋流这样交汇的地方才能够形成。难怪你说是国际级的景点。对啊，世界唯2的景观，一定要天时地利才能有啊！好幸运哦。对啊。我们现在目前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西局的洞四少，地名呢就叫菜埔澳。好，4少，而且我看到有阿兵哥走过去，对，这边是台1有在住。对，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排班哨。排班哨，所以说呢，兵力的话大概有10几个之多。那我们可以进去吗？对啊，可以进去。就是其实哈，马祖很多据点班哨都是禁止进入的，都是禁止进入的。对，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属于西局最重要的观光景点，所以说它是开放式的，它是开放式的。哎，小红，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走上来这一个观景台，又像刚刚说的视野这么的好，毫无屏障的视野，突然觉得我们2个很像大官啊，有没有？很像指挥官这样，我们站在这儿，我们可以控制一切。好，来，我们介绍一下前方这个显礁啦。这颗石头呢，就跟印章一样，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名称呢就叫做菜埔印。菜埔印章的印菜埔印。好，那这里呢也是西局最有名的紫菜的产地。这一块岩石上面的紫菜是特别多的。菜埔澳的紫菜是属于西局这边陈元帅庙所拥有。他在每一年的10月份就开始庙宇里面的信众就开始抽签，让他可以有采集权，那是要付费的。那为什么很多人都要这个紫菜呢？因为最主要的原因，你看现在才9月天而已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风浪就这么大的？对，像10月、11月、12月那个风浪更大，几乎都是浪花整个会盖过去的。所以说这一块石头上面的紫菜是全部是长满的，比较厚而饱满，然后咬劲非常的好。我们用茶叶来比拟的话，这个就是最高山的高山茶叶。对。没想到这个菜埔澳的紫菜这么的珍贵。之前听过那鱼类海鲜竞标，第一次听到紫菜也要竞标。马老大这边的石头看起来很像那个发丝纹呢。对，很漂亮。因为它这个地方呢，为什么会成为地质公园？你看，光是这个地方相对应的色泽颜色都不一样，对不对？瞧一瞧的感觉。没错，你看，我们先从最下面泥灰岩，泥灰很像花生豆腐，对不对？那我们再往前面这个看，上面一点的杂的非常多的颗粒，对，那这个就叫火山小角砾岩。
果商分发了以后，温度它会下降，对，那它的温度的不同呢，就会形成不同的纹路。线条，所以这些纹路是因为温度而造成的，对，并不是因为风力啦，或者是说风化侵蚀造成它的纹路显现，而是温度造成的。风化又是另外的，就是最上层的，对，就是最上层的。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值得来。一方面，我看到的景色是让人赞叹的美；另外一方面，它是有很天然的这些观测点，不管是火山岩也好啦，就是大自然的力量造成岩石各种不同的姿态，可近万也可以远观。对。来，温蒂，有没有看到前面的背影？你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啊？有哦，我好像觉得那个背影我认识，有点熟悉，又带点帅气，是那李乡长吗？哎，温蒂。嗨，乡长，好久不见，我这次的旅伴小侯。小侯，你好，你好。你这么帅，站在这边，是在等我们吗？等人吗？我在等我们局官的冰箱打开啊。哦，等冰箱打开是。运补船会载冰箱过来，是不是？不是，澎湖有摩西分海啊，我们莒光乡东莒也有犀牛屿的分海。大家再看看，稍等一会儿啊，这个海域就会慢慢的把门打开哦。哦，所以犀牛屿分海对你们来说又像是打开冰箱，对，因为我们的潮间带啊，生物都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家的冰箱在海边。我们现在看是整个海面盖起来，所以等一下会渐渐的这样子有陆地露出来。是的，是的，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就可以下去探寻我们的宝贝，走。好啊。有哦，有没有看到脖子越来越粗了？来，温蒂，你看，完全分开了，有没有看到？真的耶，见证奇迹的时刻！哇，这样看犀牛屿好壮观哦。我们这边的潮间带有侏罗、小佛手以及小淡菜，还有一些小鱼虾贝类啊。你看，我们的潮间带生态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这边才叫我家的冰箱在海边。来到这边来，我们东莒的大冰箱在这里喽。我也想赶快来，慢慢来，这边有一点点，但是怎么样攀岩啊？比较陡一点点哈，慢慢来，小心啊。我超喜欢这种感觉。对，徒步之外呢，我们还是要加一点点这个有点冒险探索的成分，对不对？也太哈扣了吧！啊，那我们这边的潮间带的生态是多样性的，它有分上层、中层跟下层。冷冻库、冷藏库、蔬果箱。没错没错。最上层呢，我们看到它比较小种的叫玉蜀螺，玉蜀螺一颗一颗，对，小小的，黑黑的。对。那第二种呢，就是海鲜里面的极品，这就叫藤壶。太多了吧？对。第三种呢，就是贻贝，就这个，看起来像不像淡菜？像小的迷你淡菜。对，因为它比较小型一点，所以说它的甜度又比淡菜更高一点。哇。对，那我们贻贝讲完以后，我们讲的就石鳖了哈。石鳖。这个这里看到没有？很像那个侏罗纪时期的一些怪兽、小怪兽之类的，也像三叶虫。那它这个呢，就是千年活化石了。时代已经非常非常久。那它这个呢，肉质非常非常的饱满。在台湾本岛，如果有一些海产店卖石鳖的话，价格其实非常的高，对不对？600块左右。一斤吗？一盘的600块，不便宜。可是，在你们这边就真的是很家常的那种。对，我们福镇这里呢，就是摩西分海这里，它有沙滩。它有泥汤，它有砾石汤，它有沿岸地形，所以说是所有海边的综合体都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整个地形养成了整个生态链，全部都在这个地方生长。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的贻贝类跟螺肉这些海鲜海产都不用靠外来的。等于我们这边集结了各种环境的优势，就像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我们要3个条件：钱多事少离家近。好辛苦，要采集很辛苦。对呀。哇，老大随便捡捡，丰富的生态。它会咬我吗？不会。而且这个很像，它不会咬你。哇，小何今晚加菜。
我们这样子虽然采集上来观察之后，可是我们没有真的要把它们带回家，对，因为我们这只是一个体验，我们还是要维持生态系的平衡，所以我们把它放回去哦。对，我蹲下来，拜拜。这个就潮池，对，这就潮池。来，我们现在就往东洋山步道移动喽。景观休闲步道。对。哇，天气好好哦。东莒的东洋山步道真的是非常经典，而且很有国际景观的步道。不过老大，东洋通常我们讲的可能会是日本啊，东瀛这样。东洋山步道在莒光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为什么是东洋？因为其实以地理的位置来讲，这个步道坐落于东莒的正东边，往外的话是台湾海峡方向。那里面呢是东海的方向，所以说东边海洋的方向，所以这个地方直接命名为东洋山步道。所以这里的东洋指的是台湾海峡哦，台湾海峡叫东洋。发现这个景色很熟悉耶，因为很像我们之前走那个苏花公路的清水断崖，对不对？对。那其实我们这个东洋山步道呢，在左边全部都是90度的断崖景观。那断崖景观里面呢，它的岩石呢是非常有丰富性的。那它这里呢有火成岩里面的火山角砾岩，还有我们那个基性岩脉里面的玄武岩，就是深色的部分。那另外还有花岗岩的部分。那这个地方的景观呢，非常的壮丽。哇，看到没有？好震撼哦！对不对？天哪，我脚有点麻麻的了。对，你看一下。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它也有点制高点，居高临下，再加上其实它可能高度没有真的那么的高，因为东洋山步道并不是海拔很高的山，可是因为视野上面非常辽阔，再加上旁边的峭壁是呈垂直，所以我就会有一种我们站得很高很高很高，对，很接近天空的感觉，而且整个东莒都在我们的脚下。哇，平台看到没有？对啊，你看看这么漂亮，太美了吧！因为你看看它地形是完全不一样的，看到没有？而且这个平台它是直接建在峭壁上，没错。哇，大绝景，超美的。在日本的时候，他们都喜欢称赞那种非常非常美，美到无以复加、翻天覆地的景观叫绝景。我觉得我们这里也是绝景，真的。莒光好多绝景哦，360度无敌海景。船老大，哎，你们在马祖讲福州话讲碎啦的话要怎么说？如果像这个景点的话是非常非常棒的话，就叫鸭巴。鸭巴。我发现这里的房子很特别，怎么都是用石头砌成的啊？对啊，这就是福正聚落的特色。这其实算是东莒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聚落，很古色古香。这些石头呢，大部分都是花岗岩，是当时就地取材的结果，而且很多房子都是当时的人一砖一砖这样子打造出来的耶，很了不起吼！真的，而且来到这里好像有一种怀旧的感觉，仿佛是走入时光隧道。对，这也是很标准的闽东式建筑。你看它的屋顶啦，或是整个房子的样态，所以来到福正聚落呢，其实就是可以把闽东建筑这样子走入时光隧道的氛围带入自己的回忆中呢。哇，超棒的！
小侯，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坐的这个位置简直是趋近完美？真的270度的海景，我最喜欢看海了，而且直接就可以看到犀牛屿耶，还有灯塔，可以在这边坐一整天都没有问题呀。但是你知道这间咖啡店真的超低调，因为你说要带我来喝冰的嘛，我想说奇怪，这里不是游客中心吗？怎么会有咖啡店？藏得很好。对，我觉得这个咖啡店它特别的地方就是除了有这么棒的海景跟景色之外，也就是因为老板娘的个性，才可以找到这么低调的地方。小林，你好，你好。就像我们说的，你这一间咖啡厅其实不熟门熟路的人还找不到哎。对，因为它这个咖啡厅是属于游客中心的附属建筑物，所以在早先它是作为陈列室使用。所以它整个外观建筑都跟旁边的游客中心是相融合的。对对对，也跟我们整个聚落是一样的，全部都是用石头屋跟红砖外挖。小林，你也太厉害，怎么找到这个点啊？因为我本身就是东莒人，就是我其实在台湾长大，但是我在这边出生，所以一个契机就是，当时就是把小孩送回来念国中，然后知道这个地方空出来，所以把小孩送回来读书是你返乡的很大原因，而不是你自己想要回来享受你的故乡这个悠闲的风景吗？对，这起初就是一个这样的契机，就是当时就是我刚好认识的一个朋友在这边当校长，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个很关键的字，就是住校包3餐。送，这样直接小孩就丢包啦。我们的小孩也可以吗？因为这边的小孩很少，尤其是我们东莒跟西莒，是因为东莒的小孩要到西莒上课，所以东莒的小孩其实国中就要离家。那我们小孩其实，在台湾长大，那我觉得送他回来念书，除了说住校包3餐之外，我觉得最重要是因为台湾的教育其实有点就说所有的资讯啊，或者是媒体资讯是相对速度，所以我那时候会希望他回来经历他自己的就两岸关系的跟国际观的一些看法。这个想法很特别。真的，我们都送到美国、加拿大，类似这样子。对，我们都说要送去欧洲啊、海外，你才能建立国际观。我们没有想过来马祖确实可以有一个不同的资讯观点，也可以有国际观，跟你看两岸关系，跟在本岛看也会是不一样的。哎，是不是很心动？住宿包3餐，超心动，跳直接送过去。不过不一定要住宿包3餐啦，自己妈妈也很会做料理啊。你看小林的这些美食都有结合马祖自己的特色，比如说这一块巴斯克蛋糕，小侯你看得出来它有什么材料吗？一看到的话我就知道，因为我在西班牙走那个圣雅各朝圣之路的时候，几乎甜点就是巴斯克蛋糕，但是它的颜色很奇怪，我吃的时候它是黄色，为什么这有点淡粉色啊？因为它已经加了那个红糟跟老酒。也有加老酒吗？我已经闻到那个老酒的味道跟一点点红糟的那个香气。它一入口啊，那个老酒的香气马上就这样扑鼻而来，然后还有那个红糟淡淡的甜味，然后又不会抢了那个巴斯克乳酪原本的 cheese 味，我没有想到老酒入甜点，甜点也会变得比较清爽哎，完全不会太甜腻，就没有腻的感觉了。老酒好万能哦，老酒应该要得诺贝尔奖。本岛有没有宅配？这杯饮品也很特别啊，它不是一般的菊花茶，对吧？对，它是油菊花。那它是在冬天的时候，在12月、1月，然后我们这里是满山遍野都有油菊。哇，它的香气好浓郁哦。对，所以是野生的油菊花。油菊花茶是比较适合夏天跟秋天喝，因为它可以清凉降火。哇，好好喝哦！真的花香十足，而且除了花香之外，饮品里面有一种日照过的那个阳光的香气。因为这一次来马祖啊，虽然很好玩，但是秋老虎的暑热真的快要击败我了，所以我现在喝到这一杯，我透清凉，就是感觉那个暑气全消，真的是非常好的组合跟搭配。热压三明治也是有你的巧思在里头的，那里头所有的配料几乎都是在地，是依照每天或者是我手上可以拿得到的食材来做。那你们今天里面的料呢，就是有包括那个菇类跟还有最主要是茄子。茄子啊，怎么会放这么特别的食材在热压吐司里面？因为我们岛上的物资是2个礼拜才来1趟，所以1个月来2趟。那所以很多蔬菜没有办法维持很久。那这里很多邻居阿姨们都会自己去种菜。那比如说种菜很多，他们就会分送，所以我就是刚好拿到阿姨的这个茄子，然后我就把它拿来做。
哦，这是一个阿姨种什么，我们就吃得到什么口味的热压吐司。哇，真的很随性的料理，就是有什么吃什么。人家说无菜单料理，这是无菜单吐司，这根本就是盲盒热压吐司，每次来吃到的口味都不一样，对不对？真的也真的是盲因为还要看盒季节啊，所以我们要珍惜它是今天才出现的这个口味。这个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如果你经常来造访马祖的话，你就是可以吃到每次来不同口味，然后你就会对它有所期待。马祖的旅行接近尾声了，不管是来过马祖好几次的我，还是首次踏上马祖土地的小侯，其实都觉得非常的满足。对，以为这次来又是硬的什么战地风情啊、女大兵，结果不是哎，是徒步践行，而且整个速度放得很慢很慢。那之前在都市压力很大，可是来到这里自然景观，然后大自然的那种地质，让你觉得说身心完全放松。这是我觉得在马祖最大的收获。而且我觉得在马祖朝圣妈祖，对马祖人来说一直都是很深的意义。可是对我们本岛人来讲，也许之前我比较没有办法体会，可是这一次透过徒步把很多的妈祖庙串联在一起，我也觉得不输国外的朝圣之旅。我们也有自己的信仰啊，我们也有自己的步伐，我们也有自己的文化，可以深深的挖掘和探索。更多的马祖美好，我们就下次解锁喽。